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新一天的直播。直播之前，让我先去把我们的直播发到推上啊，看看能不能再招呼2个人回来。每周三呢都是老范读评啊，今天是周三吧？没错，没有搞错。最近也是稍微过得有点昏头转向。然后 Discord 好，现在有10个人了啊，感谢大家的陪伴。16个人了啊，可以稍微的冒冒泡啊，大家，对吧？这个既然读评论呢，你们现场的评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后台还在上传明天的视频，现在大家看到的，卡不卡啊？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很卡的话，我可能需要去做一点点小的调整啊。好，让我们把明天的视频处理掉。好，老范加油啊！你也加油。这个终于赶上直播了啊，不卡。早上好，在美东啊，欢迎欢迎。1080P 很流畅啊，非常非常棒。现在有30个人了，那么在开始读评之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个，已经吃过了，好吧，药已经吃过了，那我们开始来读评论。上周啊，有一条是印度外包被 AI 干掉。有人说，最近印度的制造业在俺们地区有几笔大投资，例如投资10亿美金生产太阳能电池和相关的配套整合，例如投资3000亿美金，建设炼油厂啊，炼化德州的页岩油。这家印度石化公司在印度的一处炼油厂是世界上最大的，不是之一，而是提炼困难油品的本事了得。相比之下，大国的炼油厂最大的也进不了世界前20。印度比较强大的制造业包括汽车与配件、制药与生物技术、电子与硬件、纺织与服装、化工与石化、食品加工啊、生产设备和重型工程、防卫与航天。啊，这是卡尔加楚写的啊，这个我觉得在你这里印度就是神啊。这个印度跑到德州去建10亿美金的太阳能电池和相关的配套整合，但是我印象里生产太阳能电池的核心原料好像都是中国产的啊，那么让他好好造吧。至于提炼页岩油这事儿，应该是美国人最擅长啊，怎么到美国人这里看，好像印度就是你的神了呢？啊，这个也很神奇啊，这个。至于中国的炼油厂呢，确实是比较分散，这没什么好说的，这是真的，中国的炼油厂因为有一些很特殊的原因啊，所以一直都是比较小、比较分散。就算是齐鲁石化，好像也混得不是特别好，啊。至于说印度比较强大的制造业，汽车。印度的汽车，路虎算印度的汽车吧？啊，没问题，英国人只要不反对，没毛病啊。至于汽车配件的话，也行吧，这个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制药我是承认的，印度制药确实很强。至于电子跟硬件的话，我不知道您哪只眼睛看到的啊？能生产 iPhone 算吗？就是把中国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人员送到印度去培训了以后，他们使用中国的零部件能够生产出 iPhone 啊，那么。
对于卡尔加图来说的话，那么印度的电子和硬件就已经是很伟大的了，没毛病啊。至于纺织和服装的话，反正印度也有10几亿人，也没有光屁股啊，这个事儿肯定还是可以搞定的。石化和化工这事儿我不了解啊，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至于食品加工的话，我还真吃过印度的食品啊，就是以前在山姆里头会卖这个叫印度小厨的这个品牌叫印度小厨啊，做咖喱啊，这个确实味道还可以，但是绝大部分的印度食品我应该是不敢吃的啊。这个如果你每天都吃的话，也是比较钦佩。至于生产设备和重型工程的话，好吧，这个印度自己的生产设备基本上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啊。那么美国人愿意用印度的生产设备也没毛病啊，很好。重型工程的话，这个美国人自己的重型工程好像基本上80%、90%也都是买的中国货吧？那以后你就使印度的吧，也很好啊。这个防卫和航天啊，至于防卫的话，印度的这个叫什么光辉战机啊，也掉了不少了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航天呢，这个回头我去问问这个土拨鼠啊，印度的航天怎么样啊？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啊。反正这对于你来说都是很强大的啊，没毛病，我同意了，我承认错误了啊，这个我小看印度了，很好。还有啊，说这个印度经历崩了，对全世界都没好处，因为会有更多的印度难民涌入全世界，也包括中国。至于难民的事情啊，要注意一点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只有圣母婊国家啊会被难民问题所困扰，比如说欧洲国家啊，还有其他的这种圣母国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美国呢，只要川总在啊，或者说共和党在，就不会为这种事情所困扰，对吧？他放进去的都是他需要的人啊，他不需要的全轰走了。中国从来就不是圣母国家，中国属于极其这种什么现实主义的国家啊。在中国呢，真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长得跟我差不多的啊，你能混进来呢，这还问题不大。你要是长得又跟我不一样，还惦记说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个进来一定会被收拾的。啊，这2天是无锡还是哪儿？我忘了是哪个地方了啊。就是有几个印度人跑到景区的这个湖里头还是什么池子里头去洗澡去了，马上轰出来，一人罚2000块钱，然后列入中国所有景区的黑名单，就差没给他们遣送出境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不用想说他们会到中国来捣乱啊，这事儿不现实的。日本其实也是一个很现实的国家啊，就是你没有听说过什么穆斯林跑日本闹事啊，什么黑人啊，什么印度人跑日本闹事这种事儿都没听说过吧？就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或者这种儒文化影响的，就是我们一边在讲仁义道德那个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另外一边其实是极其现实，对吧？这种现实国家，你想让靠难民来折腾我们，想太多了啊！有人说不卡啊，那就好。在澳洲点赞啊，感谢感谢。有点卡，现在哎，我这儿不显示啊。Codex 额度还剩5%，明天9点重置，省着点啊。于是开始人工缩减工作。这个我看看我的 Codex 还剩多少？我的 Codex 是明天早上10点重置啊。这个我的 Codex 还有20%呢，不行，我待会儿还得再让他干点什么啊，不能那个什么啊，不能让他闲着。我觉得 AI 的最大风险是供应链依赖，这个事儿没办法，就是解决不了，因为中国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把自己放到了这个世界工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对吧？你 AI 呢，实际上就是要聚集全世界、全人类所有好东西，然后把它造出来。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总有绕不过中国的地方。重型工程机械，美的还是用自己的吧？这个自己的也不怎么样，就是美国的港口设备大概90%几都是中国的一家大央企提供的。印度斯坦航空 HAL 是很神的存在啊，摸啥摔啥。那这个没办法，有些人就觉得印度什么都行啊，那挺好的。又不卡了，行，不卡就行。
其实印度制药业没有中国强啊，但是因为印度是走国际质量标准体系的，特别是大厂积极去申请 FDA、EMA 等组织的认证，所以在国际市场上，这个比中国企业知名度高啊，但是造假也比中国厉害。这个就不知道了啊。造假这件事儿呢，我没有实锤它，所以我也没有去检查，就没有去查询吧，咱们就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反正有传说吧。然后 AI 时代的教育直播，是我跟塔主做的这期直播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怎么评论很少啊？有人说了啊，说你们这种人际关系是锻炼出来的吗？扯淡啊！一个清华老爸的圈子继承，一个考上名校，前者没法模仿，那就只能卷后者，卷你个屁啊！老老实实的卷学历才是王道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在任何的家庭背景里头啊，你的呃这个社交技能都是需要去练习的。这个你比如说像日本天皇家族里头这位王子，对吧？那你以为他的社交技能不需要练习吗？对吧？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研究怎么让这个女性继承人能够继承王位，对吧？然后为了不让女性继承人继承王位，还要把以前分家分出去的这些王族再都领回来，对吧？你以为光是有个好爹就可以这个不需要锻炼人际关系吗？对吧？想的太简单了吧？啊，而且塔主人家也不是说第一代大学生吧，人家虽然考上名校了，但是家里头应该也是家学渊源啊，所以不要想着就去卷这个学历，但是学历还是要卷啊，这个事儿我是同意的。但是甭管你卷到哪儿去，这个跟人打交道的能力还是要好好的去锻炼的啊。跟塔主那期关于教育的节目非常好，但是收听过程需要专注，个人整块时间少，我加入收藏了，但是还没有听完，好吧？对，那期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长啊。好，继续。高考能够改变命运吗？啊，这一期里头有人说了，国内蓝领阶级待遇不可能提高的，在经济上行都不给提高，经济下行更不可能了。再加上现在很多蓝领工作也开始被平台截胡，动不动要通过平台派遣蓝领下场，就会变成外卖员、滴滴司机这样。以前一天8小时的收入，以后要干12个小时。总之，经济下行，普通人相关的一切一切行当啊都不可能变好了。这个尤其是还在这个优越的这个我党治下啊，不接受高度压榨，直接被社会淘汰。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啊。这个事儿呢，现在是这样，就是中国蓝领待遇这件事儿肯定是没法解决的啊。这个事儿我是同意的，因为美国也好，全世界也好，他们的蓝领待遇都不是靠政府发善心或者是资本家发善心搞定了，他们都是要靠工会斗争才可以搞定这件事情。而这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是不允许你去玩工会斗争的啊。所以呢，这个中国的蓝领待遇这件事儿，它就是个死结。今天我还看了一个讲法，说是，现在很多的省都开始去做80%甚至是100%的人都要去上普高，对吧？或者是普高跟职高可以来回的转换了。原因也很简单啊，因为本来呢想着是学德国那种双元制教育啊，搞这个职高，然后让他们去学一些工厂里用得着的东西。但实际上呢，你经过分流以后发现，最差的一批学生混在一起了，压根儿就不想学习，而且学的压根儿也不是有用的东西。学完了以后啊，甭管学成什么样，通通都被学校直接卖到工厂里边去打黑工，对吧？最后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没有任何人愿意去选择这条路，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这条路在中国是比较难以走通的。
还有人说啊，是不是很多规则本身有问题，所以中国人民才蔑视规则呢？其实啊，没有哪个规则是没有问题的啊。中国人民之所以蔑视规则，是因为有很多权威也蔑视规则，对吧？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敢蔑视规则的，每一个人都告诉你说，哎，你看啊，我破坏了一条规则，是因为我有权威啊，他要通过破坏规则这个方式来显示他的力量。啊，你说，哎，你这个还去排队啊？你这个太傻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啊，从北京去山东出差，然后在济南火车站排队买火车票啊，人家问我你是不是北京来的？我说什么意思啊？我这写在脸上了吗？他说看见队就想排，对吧？一看就是守规矩的人啊，你这不行。他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丢人的人啊，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啊，中国的规则实际上就是被一层一层的权威践踏在脚下，并且通过这种形式来去彰显自己的权威。那么，其他这种见证了规则被践踏的人，为什么要去尊重规则呢？对吧？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打卡啊，老范最近怎么变得那么勤了啊？没有啊，还是每天更新呗，没有变化呀。祖传州官放火，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州官还需要通过炫耀说，你看我能放火这件事情，来去彰显自己的权威。好，再往后啊，这个188家企业进的美国的国防部新名单这一条啊，有人问说，一直不知道选什么股票做投资，这188家肯定可以啊，国防部选的公司不会错。这个呢，我觉得不要迷信这种事儿啊。美国国防部这个名单本身也挺草台班子的，对吧？我里头也分析了，就是有好多明显是做军工的被他踢出去了，明显跟军工没关系的被他放里头了。实际上呢是，这个圈子里头的这些企业，他们自己也会去做这种叫做什么呢？公关啊，会去做一些潜规则的事情啊，就是你做的不够，就会被放进去啊。你做的比较够了啊，该给的钱给了。做了这个像他们美国议会，他们叫院外集团嘛，做了游说了，你也就出来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千万不要觉得美国军工就或者美国国防部就怎么认真怎么去，没有问题啊，别想这事儿跟这没关系。还有人说啊，脱钩本来就会有一些牵扯，之前还说不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结果还不是越拖越多，迟早，比如说服务器谁用浪潮的啊，这个事儿就没法说了。浪潮，哎，浪潮好像是最后从牌子里摘掉了吧，还是放进去了，我忘了啊。这个浪潮反正我是不太用，但是很多的云机房里是用他们家的服务器，做的还是不错的。至于说是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呢？肯定还是啊，脱钩是脱不掉的。我到现在为止依然相信脱钩是脱不掉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这个社会或者整个的这个地球啊运作的方式是由钱说了算的，不是由中国说了算，也不是由美国说了算，是由资本说了算。而资本是逐利的，它永远会向着这个利润最高的方式前进，而利润最高的方式就是用中国的东西，对吧？哪怕说这个东西不是在中国生产的，那可能也是由中国的资本、中国的公司使用中国的机器、中国供应链生产的这种零部件、中国的工程师、中国的这些技术，在越南、在缅甸、在老挝、在印度、在这些地方生产出来的，对吧？这个都是有可能，或者在墨西哥，哪怕在美国生产的，福特在美国造储能电站、造这些电池，它那个技术也是宁德时代这个授权的呀，对吧？所以这就是资本的选择，对吧？美国呢还算好一点，因为毕竟是一个虽然是联邦制的国家吧，但是它有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府，啊，川大爷在那说话还是管用的。你像欧盟，对吧？一帮人说我们坐下来研究一下怎么制裁中国，制裁个屁呀！下边哪个国家听你的呀，对吧？大家都有自己的这种小算盘，那你形成的所有的这些决策就都是扯淡，对吧？大家都是各自打各自的算盘，
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公司的老板都惦记怎么多挣钱呢？如果浪潮的服务器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买呢？对吧？而且中国的所有这些服务器厂商都会干一个什么事儿？你买我的服务器，想要谁的 logo，我给你贴上，对吧？这都没毛病。哎，所以啊，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意识形态怎么样啊，这个里头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金钱为王啊，这个资本说了算，这就是唯一的意识形态。啊，还有人说啊，这让我想起昨天有人在别的影片里留言啊，丢失中文用户，这个模型厂商公司就会，就别挣钱了啊。最好笑的是，这个人还专门讲的是 Anthropic，一家市值预估已经达到1兆美金的公司。这个其实我觉得人家讲的也没有那么大错误啊，不是说丢失中文用户他就别挣钱了。现在你看。美国政府一封令一指令下说你不要去给外国人提供服务，对吧？这公司也上蹿下跳的，而且现在到美国政府那边去谈判也没谈出一个好结果来。现在美国国防部用 Anthropic 的工作原来都是用 Anthropic，现在大概已经有2/3或者是4/5都已经切出来了，准备去用其他的工具了。他真的是要死给你看啊，就是要给你做个死样子，看看你对抗政府、对抗这个权威到底会有怎么个死法。我现在感觉美国政府就是想拿它做个榜样了。至于是不是丢失中文用户，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中文的用户其实不怎么值钱啊，但是真正值钱的是中国的工程师、中国的技术人员啊。你去把 Anthropic 内部的这个华名册拎出来，好好翻一翻，对吧？他们其实特别现实。Anthropic 整个这个公司，别看那老板每天出来这个人五人六的在这讲理想主义，现实的一塌糊涂，对吧？没有培养新人，没有去什么找这种天才都没有。他最现实了，就是逮着谷歌，逮着美塔，然后去挖人家最成熟、最好的这个工程师回来啊，回来干活来啊。你到这儿你去看看，有人需要印度人吗？有人需要这个没有？干上中国人才能把问题解决掉，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前两天我看傅盛还录视频说啊，他去跟 Anthropic 去交流过，是怎么样？这哥们儿英文挺烂的啊，如果是英文交流的话，我估计他会有点费劲啊。可能这2年英文学好点了，不知道。但是要注意，就是你可以离开中文用户，但是绝不可能离开中国的工程师，离开了就是死。还有说啊，那几个真的军工啊，这个还能放出来啊？我认为他们网站上都写的有啊，对他们网站是都写的有，就是一些什么做雷达的呀，做什么这玩意儿都给放出来了。原因很简单，就是人家真用嘛，或者说这些人啊已经习惯了跟美国人打交道，然后去走了一些这种游说的方式啊，把这个事儿搞定了。所以我说美国也是草台班子啊，千万不要觉得哎呀美国人很公正的，没有那个啊。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规矩被践踏，主要还是选择性执法，法不也是规矩吗？对吧？来也啊，欢迎。算算时间，关注老范应该差不多也有1年多了啊。那前面还有好多节目呢，可以慢慢回去翻着看。老范录了4年节目了。美国院外集团帮大国军工游说企业游说，你不了解美国游说的法律啊？这个我可以不了解美国游说的法律，但是我能够看到，明显是做军工的企业被放过了。我只看结果，对吧？这个东西不是段子啊。卡尔加属，我要提醒你一下，有些事情呢，你自己没有去查证，你不要问我说你这是不是段子，你可以去查证，对吧？查证了以后说，哎，这个事情没有啊，那你告诉我说这个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如果你查证完了有啊，那你就不要上来说这是不是段子，对吧？你经常在我的评论下啊，你又信段子了，你查证了吗？就上来说你这是个段子，对吧？我看到的东西肯定是有出处的，最多它可能传输的过程中有一些这个不是特别完整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是不能避免的啊，我也愿意承认。但是呢，你上来就是说，哎，这个你又信段子了啊，这个是很不正确的方法。中国出去的人做的东西，如果整个过程中国的
州官都收不上税，就不在乎你把它叫中国了啊！这个事儿千万别这么想。中国的州官，只要你是跟中国沾上1毛钱的关系，他都会与有荣焉的啊，都会上来去说啊，你看这是中国的，对吧？咱们一直是这么看的啊，这个甭管是哪个地方是华人做出来的东西啊，然后这个就说啊这个事儿是中国的啊，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怎么样，中国人一直都是这么干活的，挣得着钱挣不着钱关系不大。加州刚刚判刑了作为大国代理人的华人市长啊，一个麻烦是为大国做新闻宣传而没有注册啊，这个那个我好像还看过那个新闻啊，那个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呢好像是有一位我的观众啊，从美国跑到中国来跟我吃饭，她老公啊，她先生也是做 YouTube， 然后还专门好像是讲过这个事情啊，这个但是我印象里不是特别深刻了。我觉得事情是这样，就是做宣传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啊，而且特别是作为一个市长，然后跑去做这样的宣传啊，是很容易被攻击的。但是所有这些底下塞钱的，或者是做一些内部的这种这个桌下的操作的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你不要用这个有一些不太聪明的人在上边去做宣传或者做什么事情啊，就去套啊。我知道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提醒老范啊，你老范啥时候查证过我有没有查证呢？对，我查证你不正确的事情不是比比皆是，嘿嘿。我说的东西都是有依据的，那你查证了吗？你要查证了，你就告诉我，哎，我查证过了啊，你说的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这个叫你查证了，对吧？我只要说了，就是我查证过啊，你没有给我一个查证的过程，我就认为你没查证啊，我也只能这样了。与有荣焉就是双赢了啊，这是肯定的，就跟韩国人创造了宇宙一样，韩国人和全宇宙都开心。这个韩国人创造了中国吧，他们原来好像叫渤海国吧，但是我其实搞不太清楚渤海国整个的历史啊，这个事咱们是要承认的，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好像是一直统治到过长江流域啊，然后呢就可以把大量跟中国有关的事情都算成他们的了。然后Anthropic 要制定政策了。有人说这个 Fable 5和 Mesos Preview 除了这个词我忘了怎么念了啊，这个在能力上还是有区别的，就是这个限制吧，在能力上还是有区别的。Fable 感觉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技巧，但是 Mesos Preview 对大局观的把握更好，感觉可能接的这个 knowledge database 不一样。这个事儿呢，现在是这样啊，就是目前来说，这些大模型的能力呢，肯定是不仅仅是模型能力啊，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你比如说，前面人家把 Fable 5的12万字的这个叫什么呢？整个的系统提示词都拎出来，对吧？你想一个12万字很厚了，对吧？写了这么多的系统提示词在里面啊，它到底怎么做，怎么有什么样的行为规范，它肯定是有非常复杂的这个动作要求的啊，特别是像 Mesos 和Fable 这样的模型，他们很擅长的事情是去把各种的攻击串联起来，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动作，或者是说做一个很漫长的这种长续的这种任务啊，所以在这个里头肯定是除了大模型之外，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在里头。至于 knowledge base 到底是knowledge database 到底是什么样的话，可能是有一个啊，但是我们不确定啊，因为现在它是闭源的嘛，就整个一封起来，就大家都不知道了。现在中国的这些开源模型跟他们之间的这种最主要的差距，实际上就是这些东西。因为开源模型就是我们把参数和这个什么权重一开放了以后，大家自己去部署了以后，部署上去是个裸模型，啥也没有，对吧？那你跟这种有12万字系统提示词，有这个
知识库，然后甚至还有搜索引擎，有这些东西在一起的，去比的话，肯定就会有巨大的差距。所以现在呢，这个 OpenRouter 上有一个新的工具，好像是叫什么我忘了啊，就是它也给你写了这么一套东西，然后呢，把各种的廉价模型接进去以后，发现哎效果差不太多，对吧？他们好像是跟 Opus 还是跟谁比了一下，就差的很少，就是用 DeepSeek 用这个叫做 Gemini 3.5 Flash， 还是用了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小模型，把两三个模型混在一起以后，发现哎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对吧？这个还是很强大的，所以未来的模型可能就都会是，跟内部的一整套的这种执行体系吧，或者说是，其实我估计它内部应该也是一套 harness agent 啊，就跟这个东西一起来运作而已。就是单纯的模型能力，现在肯定已经是不行了。再往后啊 ，UBI 这种大锅饭，如果行得通，苏联怎么会垮？中国怎么会改开？这帮人真的是幼稚到可笑。这个我倒不这么认为啊，因为苏联垮是它经济垮了，它没有钱出来发了，对吧？而且呢，在缺乏监督、缺乏审计的情况下，大量的资源被上层直接截留了，很多的决策其实是最后做失败了。中国的改开其实也是这样，你最后如果不是穷的不行了，谁改开？你 UBI 能是穷的时候干的吗？对吧？UBI 我相信它会遇到问题啊，但是呢，这个UBI 不是这种穷的揭不开锅的地方可以玩的事情，所以当时苏联玩不下去，中国要去改开，跟最后 UBI 能不能搞通这件事呢，本身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啊，这个事儿还是要说清楚的。然后啊，美国这些创始人确实跟中国企业创始人不一样，中国活着的创始人都学会了现实啊，这个我倒并不这么想啊。美国的这些创始人其实跟中国的创始人没有那么大区别，对吧？都是很现实，没有哪个创始人说我完全理想主义的，包括像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Anthropic 这公司压根就不是达利奥·阿姆迪在管，是他姐在管。哎，那个到底是他姐还是他妹啊？就是反正他们是两个人嘛，也这个反正英语这个都差不太多吧。这个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这俩词儿都是一样的，对吧？好像是他姐啊，就是实际上整个公司是他姐在管。啊，他姐是在完完全全按照一个最标准的软件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的方式去工作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达利奥·阿姆迪就负责出来吹牛放炮就行了，对吧？他在公司里就管一个人啊，那个人就是他的这个，估计就是他的一个行政助理或者是一个叫什么总裁助理这样的一个人是归他管的，其他人都不理他，对吧？也不跟他开会，也不跟他那个汇报工作。所以这个创始人没有那么大区别。你看马斯克，对吧？你就算是这个谷歌的两个创始人皮财不算啊，就是他原来的这个叫做拉里佩奇，对吧？还有那个叫做什么彼得蒂尔，就这些人其实都很现实啊，没有哪个创始人就这个特别理想主义的啊。马斯克算这个所有创始人里头最理想主义的一个了。但是你看看他在中国的各种行为，你不觉得他很现实吗？一样也是很现实的。好，再来啊！我查证过了，你说的美国内部无人机换了个颜色的事情，你说的不正确啊！这个事情我也查证过啊，我说的是正确的，就是关键是你说的这个事儿，我还专门去查了啊。这个无人机呢，在美国确实有销售，而且也确实在军方有销售。这个无人机呢，跟大疆的每一个型号都是一一对应的，号称是在马来西亚生产的。这个事儿我真查了。对吧？你如果查的说这个事情没有，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如果你说，哎，我现在一定要现场查一个啊，我把这个事儿可以交给 GPT 啊，这个没问题。这个马上要自取其辱，这不是还简单吗？这个美国是不是销售一种大疆换了颜色的无人机，在东南亚生产的？让他去查一下。哎呀，这个
这么容易被打脸的事情还要出来犟嘴，我们就争取多给州官一点与有容焉的资本吧，但也确保他还是收不上税。哎呀，但有的时候也比较痛苦。你比如说这个，那叫谁来着？就是那个就是冬奥会上有一个小姑娘，那个头发是黄的黑的黄的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刘？就是她那个不就是什么嘛？这个我想想，就是他父亲应该是个不同意见者、不同政见者嘛，所以最后就是我们想与有荣焉，但是很难蹭上，对吧？我觉得很多这种还是很有趣的。对啊，这个最明确的是 Enzo Robotics 啊，Roboter 啊，就是叫这样的一个平台啊，这个大疆换了颜色，在东南亚生产，再在美国销售的基本上就是它了啊，叫 Anzu， 对吧？那么这个人家也是有出处的啊，这个是有网站的，然后有这个销售的渠道啊。那么另外一个品类呢叫Specta 啊，这个也是有网站、有引用的渠道、有报道都有啊。当然这个只要是从ChatGPT 出来啊，这个叫谁呢？卡尔加厨就认为是这个听段子了啊，没毛病，我就从 ChatGPT 听段子了，我承认了，对吧？然后第三个啊叫做 Sky Rover X1啊，2025年又出现了一个在美国亚马逊上销售啊，这个跟大疆 Mini 4 Pro 完全长得一模一样，换了个颜色啊。那么一句话的结论是啊，非常典型的有3家公司啊，那么这个都是我听的段子，这个卡尔加厨你满意了吗？啊，我愿意承认。那么你查证的结果是什么呢？告诉我吧。你说我查的是错的，你告诉我你查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你从哪儿查的，对吧？是不是开心了？这么容易被打脸？昨天买了一点点 SpaceX，为理想买单了啊！这个我建议你要小心啊。现在SpaceX 之所以涨这么多，是因为可流通的这个股份特别少啊，这个是最核心的原因。现在整个它好像极个别的时间点涨到了3万亿美金吧，那么它现在大概只有4%的股份是可以在股市上流通的，而且大家现在都在赌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它随着一个一个这个指数的加入，然后一个一个的这种 ETF 指数基金会去强制去买这些东西，希望由这些基金去接盘啊，所以大家现在冲上去搞这个事儿。但是呢，原因很简单，不要太相信这件事儿，因为这些 ETF 指数基金吧，它里头有一个很小的比例是可以偏离指数的。比如说吧，你规定的这个指数里头有1%啊是 SpaceX， 假设是这样啊，但是呢，它的指数基金里头，比如说有5%的份额或者3%的份额，你可以偏离指数，可以自己去配。那么这个偏离的部分可以怎么办呢？它可以在前期先进入，因为很多这些大的基金一开始可能就去参与了一些这种 SpaceX 前期的工作，所以它有可能是前面就配了，不需要等到纳入指数以后再配所以呢，很多散户准备这个指数基金配置的时候再去出手这件事是有可能落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基金也不傻，对吧？它既然有一个灵活额度，它也不可能说调了以后甭管多贵，我死了我也得去买，不会有这种事儿的，它也会逢低买入的大家一定不要去特别迷信啊，指数基金在这个指数调整这个 SpaceX 调入以后就会高位接盘这个事儿不要去想。这个塔主顶风作案这个肯定是很牛了，一边玩 Codex 一边看直播强。就买一点放着不指望它大富大贵也行，这个就算是为信仰买单了吧。原来是 ChatGPT 查的这个也算，这个你也太被打脸了没问题 ，ChatGPT 查都算打脸我承认了，我承认错误了，开心了吧？来迟了不迟不迟，
啊，老范把亚马逊销售也算成美国军方内部销售了啊，这个算不算？老范说错了，算，没问题，对吧？美国军方内部的使用的部分啊，这个我还是知道的。美国军方从来就不要脸啊，他们直接买大疆就完了，对吧？你看美国军方到底用了多少大疆？他们不需要去搞这种啊，这个藏着掖着的事情，现实主义啊，这个点赞点赞啊，欢迎！我也喜欢买了放着走长线啊，大富大贵不说啊，1万美刀可以翻到3万，也不少了啊，这个可以啊。但是我估计可能7月几号以后，它还是会发生波动了。特别是昨天晚上 SpaceX 涨，然后它把所有其他的全吸干净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因为筹码就这么多，你再怎么买它也不可能。你想，它一共是募资750亿美金啊，它我想想1.7，我忘了它这个数怎么算的了，反正就是总共的流通盘子没多大，所以不可能就是一个涨把其他全都带崩了。现在整个的叫什么呢？就是美股的心态还是很紧绷的。买个包也是买啊，我买点股票怎么了？挺强的。还是你有钱啊？我买的是个爱马仕啊，你买的是个爱马仕，我买个轻奢啊，挺好的。美军型号是 Azor 什么这个系列啊，应对的是大疆原型的 Mavic 3啊，这个不是我查的资料啊，这个有人又在打这个卡尔加楚的脸了，对吧？这个卡尔加楚，你觉得脸疼吗？不疼吧？是不是唾面自干了呀？他通过一次性授权协议拿到了大疆的技术，这个什么系列直接基于大疆 Mavic 3企业版的平台啊，这个所以总结一下，你说的你听到的说法基本上对啊，确实是有一款换了有绿漆的，在马来西亚组装的，在大疆贴牌的机器，在美国卖啊，只是它定位是政府公共安全啊，这个而不是军用机啊，没问题，没毛病。我也没说这个美军直接，其实我觉得美军好多就是直接买的大疆啊，他们其实挺现实的。我的 Codex 一起刷，我们 Codex 一起刷那个额度嘛，这个挺强的。你去刷吧，等我直播完了以后再看看他干点什么。明天早上到10点才过期呢，我实在不行，明天早上10点起来再干点活呗。而且我每天早上起来，这个 Codex 还需要在我的龙虾里边去帮我搜集信息呢。这个卡尔加楚啊，你这个上蹿下跳了这么久啊，然后请你把你查证的结果给我们啊，告诉我们你是从哪儿查证的。你嘲笑了我从 ChatGPT 查证，你是怎么确认这件事儿的，对吧？那么现在有人也打了你的脸了，然后告诉我到底你是怎么干的这事儿啊？不要羞愧的不说话嘛，可以回去稍微做一点功课，不要自己没做，然后就来做，就来吹是吧？这是印度人干的活儿，对吧？我相信你不是个印度人吧？我能来说一句啊，这个卡尔同学，这是直男们的乐趣嘛，就是抬杠啊，能不能说点赛博吃播啊？这个对卡尔加说还是应该多贡献点吃播啊，这个是很棒的。对，卡尔加楚前面写了啊，说这个印度的食品工业很强大啊。哟，糟了，我的这个什么又开始过热了。这个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你吃印度美食的一些经验啊，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比较害怕，我不太敢吃。我总觉得印度美食吃了会拉肚子啊，因为我们以前这个公司去印度出差的同事呢，都只敢在酒店里吃东西喝水啊，上了街一口水都不敢喝啊，喝了水以后就会，反正有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发生啊，所以你这么擅长做饭啊，那么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这件事情，我还是蛮感兴趣的。老范唾面自干啊，不自干吗？上面就来打脸老范了。说呀，口口声声说内部机啊，这个好吧？你到底是查没查过？你到底咋查的？对吧？你查了哪些东西？我不关心你说别的，你就到底查没查？你通过了什么样的渠道查了什么东西，然后确定了什么信息？你来说这个。
看来大家查的都不一样，哎，这个就甭管它了。其实呢，我也没有讲说这东西是这个军用机啊，我讲的是说这个机器在美国销售，对吧？美食和食品卫生是两回事吧？呃，这个我觉得卡尔加叔说的是对的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嘛。啊，有的时候太干净了确实不好吃。啊，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去日本，啊，他们就跟我讲说日本有中餐馆啊，但是日本的中餐馆都不好吃。说为什么呢？因为做的太干净了。我觉得有一点点小道理啊，这个事儿我还是同意的。上海有印度餐厅还挺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印度餐厅啊，这个我，特别是他们拿手抓饭这个事儿，我是比较难以接受。印度，哎，我吃过印度飞饼啊，这个我还是可以的，就是印度飞饼实在放太多油了，就是很薄的一层皮，然后搁好多好多黄油。哎，我有一点其实没太想明白啊，就是印度不是牛是很神圣的吗？他们是很多人不吃牛肉的吧？但是他们好像吃黄油吃的很多，是不是这样？这个有了解印度美食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来稍微的分享一下啊。好，我们继续读评论了啊。这个 SpaceX 上市和 AI 公司国有化的事情。那么 AI 公司国有化在美国肯定要搞的，而且大概率是 GPT 或者是 XAI。Cloud 公开怼过美国国防部，估计没戏了。这个美国 AI 公司国有化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让这个桑德斯老头自己去叫喊叫喊就可以了啊。真国有化了就真废了，对吧？我觉得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公司呢，美国这样的国家，你真国有化一些 AI 公司的话，挺难的啊，不太容易啊。至于 XAI 现在已经属于 SpaceX 了，对吧？那这个2、3万亿美金的公司挂在那儿挂着呢，它咋国有化，对吧？这个很难的啊。这个 GPT 还真的是有可能啊，这个 GPT 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觉得还是像川普这样搞，给你发一些资质牌照，然后或者是给你点补贴，然后呢把这些东西直接算股份给你搁里头，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就是川普面对英特尔的这个方式，我是非常喜欢的。Cloud 呢肯定还是要把这坎儿过去啊，就是现在跟这个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搞得很被动啊，很僵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个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头，总还是能够解决的啊，不是说这事儿就解决不了了。然后这个有人说，猎鹰9号每发射一次成本2000多万，每颗卫星连发射成本约100多万，星链用户1200万啊，应该是1000几十万吧，现在可能还在涨啊。平均每个月月费是$100，最近好像是说降了66美金了，但是我不太确定啊，因为我自己并不买这东西。收入是现在它应该是现在应该是114亿美金，2025年的财报是这样的啊。那么每天收入400万，那么星链退役期今年才开始，每年大约是500颗，之前退役的是 V1啊，已大致更换完毕。况且星链3年前已经盈利了。德国媒体断章取义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有很多事情啊，如果我们只看一个侧面，确实是很触目惊心，对吧？你想这个，它一颗星舰发上去$2000多万，然后呢，一颗星舰上是几十颗这个什么吧，就是它最后摊完了以后，每一颗这个星链卫星的成本应该也是不便宜的啊。那么每天掉3颗下来，这个成本一定是把它放出来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数字。但是从 SpaceX 的整个的财报上来看，他们的星舰他们的这个星链卫星上来了以后，就是直接按照几年折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成本摊销的，它就是折旧的，所以它一开始就是这么算的啊。这个包括它最后掉下来这个部分，实际上在一开始的这个财务报表里已经算过了啊。至于说盈利这件事儿呢，
我觉得你现在肯定作为 SpaceX 一个完整的公司，现在还不太能说盈利的事儿啊，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谁去讲 SpaceX 的 PE 是多少。反正我自己没查啊，这个有人知道可以跟我讲一讲。现在都还在讲 PS 嘛，所以这么大的公司很难。就算是这个谷歌也好 ，Anthropic 也好，租了它这个 SpaceX 的这个机房，但是前面它建机房的那个钱，对吧？也在这个里边在滚动，也在每年折旧呢。所以想要让它盈利，还是等着星舰发射成功了以后，第一节、第二节都可以回收啊，再往后咱们再研究盈利的事情。现在还不着急。你像这个特斯拉是17年还是10几年才开始盈利的，对吧 ？SpaceX 虽然前面没上市的时候运营了很长时间，但是上市了以后，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有点耐心吧。至于媒体呢，断章取义其实也不至于啊，就是这就叫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啊，就是我们今天想骂 SpaceX 了，我就从这个角度上来开骂啊，媒体不就干这个的吗？你不能要求所有的媒体都是这个公平公正的吧？然后这个好像又是这个卡尔加厨的一条评论啊，老范说了，国营公司就没有做好过的，甭说中国的国营公司，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国营公司做好过这个就是瞎说啊，全世界还是有一些做好的国营公司的。下面也有网友指出了淡马锡和新加坡航空的反例，其他反例也比比皆是，比如老范浓墨重彩的国营公司不行的法国，就有赫赫有名的法国电力。老范会认错吗？大概率不会啊，这个事儿首先要打你的脸。老范会认错啊，这个事儿我还专门去查了这个你讲出来的东西我都真的会去查啊。这里头是这样啊，首先说淡马锡这种国有的基金或者说叫做主权基金这个呢其实盈利的是很多的但是就是这种主权基金它的盈利和亏损跟这种国有公司或者完整制造业的这种公司来去比的话，是不太合理的因为它有的时候他们这种账目还是有很多的处理方法的他们就是玩金融的人这个就跟很多央行似的，央行都挣钱不叫都挣钱，央行肯定有挣钱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第二个说是新加坡航空新加坡航空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国营公司就是说不是由新加坡政府直接来运营的公司，它呢是由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控股的一个公司，还是按照正常的商业公司的方式再去运作的，对吧？所以呢这两家不能算。那么下边这个法国电力确实是挣钱的这个我还专门去查了。法国电力呢是2022年之前亏损的一塌糊涂，后来法国政府说实在不行我给你收购了吧，然后变成了一家国营公司，从2023年开始盈利然后原因呢是这个2022年之前呢它的很多核电站挂菜了这个就是因为泄漏因为一些什么原因无法正常工作，然后又缺钱，没有办法去做这种维护和更新吧，所以导致法国电力就亏损得很厉害。到2023年呢，法国国家政府去注资了以后把它这些基础设施里面的这些核电站呢，又让它重新开始工作了，开始盈利那么老范呢还是要承认这个错误的不能一竿子把一船人都打死。这个叫做国营公司有盈利的虽然不多但是呢它基本上我现在看到的是几类。第一类呢就是主权财富基金那么这种呢其实我一直不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盈利这件事儿就可以代表国营公司盈利然后第二类呢是由主权财富基金控股的一些纯商务运营的公司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些公司的运营方式跟这个普通商业公司其实是没有区别的。然后第三类呢其实就是像法国电力这种大的基础设施，而法国电力这一块呢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就是它现在时间还短你等它时间稍微长那么一点点，咱们看看它是不是能够继续盈利下去。然后呢我也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现在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能够盈利的欧美的国营公司应该也还是有那么
可能几十个还是存在的啊，这个老范还是要承认的啊，不能这个凡事啊，这个凡事这个事儿是老范又犯错误了啊，这事儿要认。但是呢，我觉得我并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就是这个到了国营的手里头啊，除了这种特别稳定的基础设施之外，想要盈利是很难的。即使是特别稳定的基础设施啊，这个叫什么呢？时间长了以后，持续盈利的能力也是值得质疑的啊。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啊。这里头有特例啊，前面我在讲的时候话讲太满了啊，这个要承认错误。再往后啊，这个难道不该为了难道不该有人为穷人被淘汰的人说话吗？每个群体都该有发声的机会是吧？至于是否被社会采纳，那就看群体的博弈了呀。这个我觉得说的也没毛病啊，就是有人给我留了这样的一个评论，因为呢，我对这个桑德斯老爷子也确实不是很尊重啊，这是要承认一下错误的，对吧？那么虽然他这个方案我并不喜欢，但是呢，在一个言论自由啊，然后还号称这个民主的国家里头，有人愿意去为这些这个穷人啊被淘汰的人说话，这件事儿还是值得鼓励的，对吧？这个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啊，这个事儿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印度的黄油是熬炼过的，烧菜的温度可以比较高啊？这是怎么做的？这个我真没想明白啊，太神奇了。比亚迪被定义为军工，股价跌了好多啊，那跌呗，那咋办呢？现在美国很多印度餐厅啊，我是说面向美国人吃的印度餐厅，而且食品超市里面预制印度菜也不少，还有不少印度直接进口的食品。但是，哎，你像美国的很多日餐厅是中国人开的，那美国的印度餐厅是不是都是印度人自己做的呢？美国的很多中餐厅是墨西哥人在里头炒菜，对吧？这个其实也是我比较好奇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你们吃的在美国吃的印度菜，它是原汁原味或者说这个像印度那个一样的吗？说到国营企业，中国移动，中国移动盈利吗？好像是盈利的啊。但是中国这些我觉得没必要比了，因为它好多的账目你是数不清楚的，又垄断，对吧？它垄断一些行业，这个中国的大国企、大央企都是有这种垄断性质的。他靠牌照垄断，你这玩意儿再不挣钱，你咋弄啊？就跟以前有一笑话啊，说这个叫什么来着？说这个水浒啊，这个梁山泊最后到年底的时候来，这个叫什么来着？来这个大家来这个做年终总结啊，先上来的第一个是好像是李逵吧，还是不是李逵啊？是我忘了是孙二娘啊，说我这开店开不下去了啊，这个实在是亏损，亏的不行了啊，说宋江哥哥你给我。这个不要去记录我的这个今年亏损啊，是一个说行吧，给你记上了啊。然后第二个是谁呢？好像是阮小五还是阮小二，就是那个划船的那个啊，上来说这个今年水路也不太好走啊，我们今年也没什么生意啊，这个亏钱了，说也行吧。然后呢，后边李逵就上来了啊，说宋江哥哥啊，然后那个宋江说停，打住啊，他们啊这个亏损也就算了。你个劫道的你也敢亏损，对吧？说以此来这个就是这个来去讽刺一下中国的这个高速公路公司啊，这个就是一个劫道收这个过路费的啊，居然还是亏损的。电信资费世界最性价比，同时还能盈利。哎，中国的电信算是世界上最性价比的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有那个叫哪儿的泰国的电话卡，也有买过日本的、台湾的、美国的电话卡。美国电话卡确实不便宜，但是也没有，我觉得并不比我们贵很多。
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这些电信资费应该都差不太多，感觉。AI 版支付宝、微信是不是要定义微信币 ，one token 等于几个微信币啊？这个离得太远了，不要想这些事儿。来了来了啊，今天来晚了啊，不晚不晚。美国的印度餐厅的菜式相比印度的比较窄，就像美国的中式餐厅的菜式也比较窄一样。但是你想，在美国的中式餐厅里头是吃很多在中国没有的菜的。比如说左宗棠鸡，对吧？这个东西不到美国你都不知道有这么一道中餐。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叫什么福运饺子还是什么东西啊，以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反正他们原来讲过一下，就是只有美国的中餐厅里有的这个中国菜，对吧？在中国都没人听说过的东西。然后是 Mesos 和 Fable 全网下架。说你知道全网下架是因为什么吗？是因为鸡蛋盘古大模型重出江湖，将会成为世界第一大模型。余承东吹过的牛都实现了，感受恐惧吧！哇，我这里啊受到了这个华为小粉红的暴击，哈哈，我好恐惧啊！那怎么办呢？啊，这个余承东讲了说啊，我要开始做盘古大模型，盘古开源大模型2.0以后。啊，这个而且我的词典里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啊，然后小米的一位工程师就出来抱怨了，啊，叫邹师傅啊，他的一条微博被大家广泛传播，上面写的是啊，说不希望大模型圈子像汽车圈子那么乌烟瘴气，大家互相拉踩、互相传对方的这种负面，然后把一个买车或者做一些消费跟什么爱国跟这种东西进行捆绑。啊，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吓人。而大模型呢，在过去的几年里头，在中国其实发展的还算是比较好的啊。他的讲法是 ，DeepSeek 有它的优势啊，然后这个比如确实有创新啊，然后呢，他们自己家的 Mimo 模型呢，也确实发了很多论文啊，也有一些创新。然后像千问啊，千问3.7，对吧？大家也都很喜欢，包括 GRM，大家就是靠技术、靠实力来说话。不要上来就进行道德绑架，不要上来就进行拉踩，对吧？讲了一个这个东西话，反正我觉得就是余承东呢，可能未必能把我吓住，他最多也就是能给我再提供一些口实而已啊。这个，但是呢，他确实是把中国大模型圈吓到了啊，他可能是要把手机和这个汽车产业里头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带到大模型圈里去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其实 Anthropic 想要解决这件事情也不难，把球踢回政府就行了，让政府自己审查安全许可申请，然后 Anthropic 只为有安全许可的人提供最先进的大模型服务，最好是在部署到政府已有的可信计算访问架构中，把安全的责任和锅甩回给政府。政府不想干这个事儿。如果现在是个民主党政府在上面，没准愿意干这事儿。但是特朗普这个川建国同志他不想干这个事儿，他怕说管得严了以后被中国超过，对吧？他希望让大家继续往前跑。那么有一个跳得最欢的，就得好好的收拾收拾，这没什么好说的。而且现在收拾 Anthropic，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就是这种就事论事的事情啊，就是说你确实有一个什么模型太强了，或者确实有一个什么模型被破解了。我们就要处理这个事情，你说，哎，我证明这个模型没有被破解就可以过去，不是这样的，对吧？这是现在要去做服从度测试，你服不服啊？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可以讨论一下什么时候大模型可以完全扛住人类黑客的越狱攻击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我个人的感觉，一旦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就是 AI 赛了，对吧？就是 AI 已经彻底超越人类了，对吧？如果 AI 依然是在跟人类拉扯的一个状态啊，这个今天你稍微强点，明天我稍微强点这么一个状态的话，那么
这个就不太有可能啊，这个让大模型完全扛住人类的黑客攻击。这个东西有点像审讯啊，就是你说这个在审讯的过程中，人类到底能够扛住多少这个多长时间啊？因为有人去做过这种测试，说人是不可能完全去抵御审讯的啊，特别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这种审讯啊，你是扛不住的啊。那么大模型应该也是扛不住的，特别是当全世界的聪明人都聚集在底下尝试去破解的时候，总是能搞定的啊。一旦说这个永远搞不定了，那太恐怖了。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期盼这件事情比较好。还有人说和互联网出来的时候一样啊，最后的结果就是网络审查，好的坏的都消灭了。这个还真不一样啊。这个互联网呢，你还可以去稍微加一些审查，但是 AI 这个东西，连做它的人都不知道咋弄出来的，你咋审查？你审查谁呀？对吧？你总是要靠一个更聪明的模型去守其他的这些东西。啊，互联网其实所谓的审查并不成功啊，只是呢，有些政府说我不管了，有些呢说，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说我用一些这种，很强的威严啊吓住他们，也就这样了。其他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变化啊。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 AI 的审查绝对跟互联网审查是不一样的。还有人说啊，反蒸馏和鹅腿阿姨并不是一回事儿。还把蒸馏获利当成研究啊，别人一反华就破防。我觉得呢，这事儿已经不是反华的问题了啊。这个 Anthropic 刚整回去的那个哥们儿，那大神叫 Andrej Karpathy，对吧？那哥们儿是一个斯洛伐克和加拿大的双国籍，那也不是个美国人，对吧？这位大神是 OpenAI 的创始成员，原来马斯克 AI 整个就是特斯拉 AI 的负责人。对吧？刚刚加入 Anthropic， 说对不起，你在这个公司里头不可以使用这些模型啊 ，Mesos 和 Fable 你都不能使用啊，那这乐子不就大了吗？好开心，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啊，也不是要反华，千万不要觉得中国就有那么重要，没那么重要，对吧？人家就是在敲打 Anthropic， 不是在敲打中国，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别什么事儿都自己往上冲啊。还有人说这是被亚马逊举报了啊，这个确实有传闻，说是亚马逊去美国商务部举报的，说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 Fable 大模型被破解了。这件事儿呢有传闻啊，但是我没法去核实，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按道理说不应该，因为亚马逊是 Anthropic 最大的股东，对吧？这个 Anthropic 要上市之前，你跑去举报他，你到底想干嘛？你难道想收购他吗？就是我从商业角度上唯一能够想到合理的解释，就是亚马逊想把它一棍子打翻在地，然后把它收了，对吧？然后比如说跟卢特尼克一块把它收了，啊，卢特尼克后边好像是泰达币还是谁，反正他也是一个，就是卢特尼克也是一个挺狠的一哥们儿，对吧？就是 USDT 什么这些玩意儿是卢特尼克后边的这个公司在搞，好，或者说跟他有关系吧，具体是什么关系，我现在也懒得去查证了啊，所以。这个亚马逊举报这个事儿，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或者给大家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确认的答复啊。这个大家都在猜，但是我觉得这种猜测是最不靠谱的一个猜测。然后啊，这个我第一天150的时候全仓啊，那你这赚到了呀？这2天肯定已经赚了。说据现在说涨了50%了，对吧？现在应该已经涨到200了吧？因为我没看这个价格啊，我估计应该已经涨到快200了。你这个已经赚了很多了，应该在135的基础上涨了50%吧？澳洲的电信其实还好，挺便宜的，4G、5G 一年用下来1000人民币上下，其实还可以啊。我现在一年下来可能得2000多啊，我这个因为我用的多，其实我应该去，但我这个比较麻烦，我这个套餐啊，这个也曾经跟他们去研究过这个事儿。我保国内号每个月18 RMB 啊，这个也可以，这个是比较讨厌的，就是中国呢号不属于你，属于电信公司，就是你不交钱他就给你收了啊，这个特别讨厌。
那些在中国不大有的美国中餐厅的菜，其实多数也不是那么不同啊，只不少只是起名不同，特别是餐厅在做菜为了省事儿，这个啥东西上来就油炸啊？为什么要油炸呢？于是炒肉片就变成了过油肉，但是名字呢，可能叫湖南炒肉片。为什么上来要油炸？这个我没想明白。哎呀，这个好神奇。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反正我英文很差。有一次呢，我接待一个老先生啊，就是原来波兰的有一个哥们儿叫 David I， 他那个名字姓特别长啊，就是一个也是胖胖的一个老头，他到中国来出差，然后我带着他一块儿去坐飞机，就我们俩人，我英文又差，然后带着他上这个飞机的机场的餐厅点菜，我说你吃点什么呀，对吧？然后呢，他在那儿憋了半天，酸酸甜甜肉啊，我还终于听懂了这一个词。哦，我说这个应该叫菠萝古老肉，我知道，其他的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去这个给你那个搞明白了啊。就是但是你比如北京烤鸭叫 Peking duck， 我是知道的，对吧？这个其他的我就真的搞不清楚了。但是有些我觉得叫译名变化是 OK 的，但是左宗棠鸡这个东西在中国确实是没有的。Space X 啊，201了啊，有点吓人，有点吓人。好，我们继续啊，这个鹅腿阿姨翻车这一期啊，有人说了，清华北大的学生不傻吗？你如果说的是教科书的知识，确实不傻，但如果是社会认知啊，因为中国的特色教体制，这个越是高等学校人越傻，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也属于一个地图炮啊。这个你说有没有清华北大的学生出来傻的呢？肯定有，但是呢，你说哎，清华北大的学生出来都傻，这个事儿我是没法认知的啊，就是没法认可的。这个他们也有各自强的地方吧，这个我觉得你一把把这一棍子把一船人都砸在水里，这事儿是不对的啊。这个鹅腿阿姨翻车，还有人说到底还是商标管理的问题，完全可以避免上述问题，只不过不想管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很多管理上的事情啊，咱们讲究叫什么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对吧？一定要谨慎，不能来回翻烧饼啊，不能来回的去倒腾，也不能管得太严太死。管得太严太死了呢，这个就会怎么说呢？就会缺乏灵活度，缺乏创新了啊。所以很多的商标一开始管的时候会相对来说这个松散一些，然后发现问题改呗，对吧？这个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啊，也不是说只有中国这样啊。还有人说感觉这期有点跑题了啊，清华北大愿意大冬天排1个小时的队去买这个鹅腿，吃的不是鹅腿，吃的是清北圈层的身份认同，吃的是优绩胜出者的集体幻觉，吃的是学霸滤镜下的认知盲区。清北学生追捧争抢这个鹅腿啊，这个鸭腿阿姨，谁叫鹅腿阿姨啊？心理暗示是名校学生才有资格吃这个鸭腿。说到底吃的还是一种虚幻的身份认同感。这个就好比清北学生清华学生爱自称五道口男子职业技术学院一样啊，这个本质还是一种优越感。你要是听不懂啊，那真以为人家是职业学校出来的就跟你急眼。好吧，这个我确实没想到这样的一个视角啊，这是我们女大的 David 给出的Kevin 啊，这是女大 Kevin 给出的这个评论。他可能确实是名校毕业的，我不是啊，所以这个视角确实很独特，因为他后来都属于是微信群直接远程配送了啊，所以并不需要去排队了。这个很神奇的视角。肉类上来先油炸，后面炒菜就比较快，而且味道口感比较香嫩，所以中餐厅都有一个岗位叫油锅，专门负责油炸。这个还挺神奇的，这个是我没想到的一个点。
国内的肉菜应该不干这活吧？国内的饭馆，你比如说我要吃个水煮肉片儿，他先给我油炸一遍。鱼香肉丝，他先把鱼香肉丝好像是要先滑，就是他那个肉丝要先在锅里滑一下。不懂啊，作为广东人，我也分不清这个鸭肉和鹅肉，鹅肉和鸭肉，这个不应该，广东人应该才分得清楚呢。你说我个北方人啊，我鹅吃的少，鸭子可能除了烤鸭之外吃的也不多啊。郭德纲的猪肉炒饭里没有肉啊，厨子拿刀出来说我就叫猪肉啊，人家都要海参炒饭，猪肉这玩意儿太贱了，一定要有一个比较贵的食材啊。我以为老范说的是治大过弱烹烙大饼，这个是散人爱说的话，治大过弱烹小鲜是道德经里的。国内个别肉类需要先油炸啊，比如大盘鸡里的鸡，哎，大盘鸡里的鸡肉需要先过油吗？不知道吧？这个事儿我还真不确定啊。广东人多数应当分得清鹅肉、鸭肉，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在广东吃饭，感觉鸭肉、鹅肉还是相当不同的。反正我在广东吃的都是烧鸭啊，但是我还真没在广东吃过鹅啊，是烧鹅啊，我是在广东吃过烧鹅，没吃过鸭。我鸭基本上都是在北京吃的。中式快餐为了出餐快，过水过油就是最好的选择，提前加热也是机操，好吧？这个过水我就是可以理解，但是过油我其实有点不太容易。这个油炸发生焦化反应会产生一些特别的芳香物质，我觉得他们油炸应该不会炸那么过吧？画风突变啊，是说我们突然开始赛博吃播了吗？啊，我们一直都有这种赛博吃播的这种风俗啊，这个没办法。那个吃圈层的评论好像也有道理啊，就跟当年扎克伯格本来要做个媲美哈佛女生的网站，这个最后靠圈层做出了藤校社交圈，之后就是脸书了啊，这个脸书最早实际上是哈佛学生约炮用的。对吧？他们除了约炮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用途，慢慢的做起来的。好，我们继续啊，这个 AI agent 时代，普通人要避的6个坑啊，这个有些人评论了啊，这个反过来一些非程序员要避的坑，就是专业人士可以套利的细分赛道了。这个我倒不认可啊，为什么呢？就是专业人士，比如说程序员，我们呢会有一些传统留下来的这种这个比如说工程化的这种思维，但是真正的细分赛道其实是这些领域专家啊，比如说人家应该去怎么去报税啊，怎么去处理具体业务啊，这个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就像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就是修车师傅啊，我擅长修变速箱，你擅长修离合器。对吧？那个擅长修这个，比如说电路系统啊，也就这样。那你说我们对于整个这个，人家这个开车跑滴滴或者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没什么帮助的，啊，所以我并不认为啊，这个非程序员要避的坑，这个专业人士就有套利的细分赛道。我觉得可能我们更多的可以做一点驾校师傅这种事情，啊，这个还是不错的。还有人问啊，说范老师现在有什么便宜点的 token 吗？每个月100以下的。这个首先我要讲啊，这个 token 这个玩意儿呢，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对吧？你先要买最贵的，比如说像 Anthropic 的啊，我是下个月肯定不定了啊，然后呢再去买稍微好一点的，比如说 GPT 啊，这个我现在 GPT 就算是最好的了。这个 Gemini 呢，其实我现在也还是有 Pro 账号在这儿的啊，然后再去说我实在是用不起了，用的量太大了，再去找便宜的，对吧？那便宜的其实也很多 DeepSeek 就很便宜嘛。然后像豆包模型，对吧？豆包的套餐里头已经可以用 GRM 5.2了，我还没使呢，因为我是豆包的模型还有个20多天啊就要到期了，豆包的套餐49的，但是豆包套餐里的量特别少啊。然后我的 Minimax 的套餐490一年的套餐，
量真的是足够大，绝对使不完那种。但是那模型烂点啊，这还是要承认的。所以啊，这个模型千万记住了，一分钱一分货。有的时候你用差模型，让你着急上火那功夫，你还不如花钱买一好的呢。还有人说啊，用了 Codex 才发现想用什么 APP 就自己做啊，为什么要念这条评论呢？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做 APP， 对吧？解决你的问题啊，把你需要处理的问题解决掉就够了，对吧？不要去做 APP，APP 是什么东西？是要去传播的，是要去推广的，是要去转化的，你才需要去完整的 APP。APP 是有一个完整边界的，对吧？你需要去部署，需要搞这些东西啊，需要前后端，非常非常麻烦，没必要。你大部分人需要的东西是最终的结果啊，我需要一个报告，我需要一个 PPT， 我需要一个文稿，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信息收集，需要一个决策支持，大家需要的是这个，很少有人说我需要 APP 的啊，所以尽量不要去做 APP。还有人说老范在付费课里能不能讲一讲小白文科生怎么用 AI agent 呢？这个最好能 step by step 啊，手把手教的那种就更好了。这个没法做啊，因为为什么？就是每一个人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是千差万别的，在没有 AI 之前，获得正确结果的方式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啊，所以大家都去学这个固定的姿势、正确的姿态，去得到正确的结果。但是有了 AI 之后，你躺着、坐着、趴着、蹲着，都可以得到正确结果。所以最后大家差异的是这个，你具体要干嘛？所以呢，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你一定有这种需求，说我就想学一学，对吧？我也可以勉为其难来教你啊，那你就付1对1的这个培训费吧，对吧？咱们是500这个美金1小时啊，这个你愿意付这个钱，我也愿意去教你。但是至于教成什么样，这个不保证效果啊，这个概不退款啊，也就只能这样了。我真分不清烧鸭、烧鹅，不过我们潮汕的卤鹅、卤鸭吃起来都不差啊。这个区别大部分在于各家店的卤的味道啊。是的，这个但是哎，据说那个狮头鹅特别特别贵，那一个脑袋卖好几千，但是我真没吃过这东西啊，估计应该我也吃不起了。当然要控制火候，炸过了就发苦了。这个好吧，这个我们又回到吃播了啊。我觉得这个也不知道咋说啊。我个人理解叫做后人类时代啊，做点小事儿，务实活着就行啊。这个讲的是哪段？最早是扎克伯格把所有女生宿舍的学生证照片都搜罗上来，然后两并排啊，让男生投票谁更好看，然后就消掉服务器宕机了，社交网络那个电影里的情节待核实啊。这个电影我还真没看过。M3模型不是进步很大吗？是进步很大，但是还是比较傻。就是你看跟谁比啊，不怕这个什么，就怕货比货，对吧？这不怕什么来着？忘了前半句了。这个你跟 GPT 5.5比，肯定还是差很远。AI 这些等大公司造福人类吧。不过我们缺一块，和马斯克缺1亿啊，一个意思。也行吧。是不是没声音了？哎，有声音吗？有声音吧？有声音的，对啊。不止肉类油炸啊，提前蒸煮炸一部分蔬菜，为了熟得快，也是油炸。蔬菜油炸了，你做天妇罗吗？所有外面的这个饭菜油都很大，油很大。我觉得你像中国在国内做菜的时候，最后要淋一勺明油啊。哎，我不知道那个明油是生油还是熟油啊，反正淋上去以后，那个油就那个菜就油汪汪的啊，那个确实很漂亮。怎么看待这个上架几天之后下架的问题？你还是先去看我前面的视频吧，我专门有这样的一期视频。
我猜啊，评论里仁兄说的 APP 的意思指的是固化可重复使用的过程，加上易用的界面啊，这个也可能是可以的。油大是一回事儿，关键是外面很多菜吃了，这咱们就不研究这事儿了啊。好，最后一条视频的评论，山姆被约谈了。有人说卫生问题都会出，昨天名古屋的 Costco 就出了食物中毒，但国内那种科技狠活另当别论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只要是卖食品的超市，出一些食品安全问题呢，总是避免不了的。只是呢，在日本也好，在美国也好，你可能出了，他确实会罚得很重，罚完了以后，他们确实会改，会逐渐的改善。但是再怎么改善，你说，哎，改到哪天以后彻底不出了，这事儿我是不信的啊。中国呢，其实，科技与狠活这个事儿肯定是存在的，但是你也要相信，中国工厂是有能力生产不同技术标准的食品或者是商品的，对吧？因为它的商品还出口呢，出口了以后没人惯着你，对吧？所以，你该是什么标准，你就能按什么标准做出来啊。它生产出来的东西也是能够达到标准要求的。就这个是比较神奇的啊，就是你像欧美的工厂，要么它就做不出来，要做出来呢，就都是标准很高的，而中国工厂可以非常灵活的，同时生产不同指标、不同标准的产品出来，啊，这个确实是中国人的，你说这玩意儿值得骄傲吗？好像也不值得骄傲哈。还有说山姆的高管自从换了国内管理层就开始拉胯，这片盐碱地什么品牌来了啊都要翻车，就连苹果，不还是被各种阉割嘛啊？这个今天还有新的消息啊，山姆已经换了他的老大啊，这是原来他的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就是山姆上面的母公司的法人刚给换了，换上去的这个人呢，就是原来山姆中国的负责人叫刘鹏。原来阿里巴巴的副总裁啊，把他换上去做这个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这个法人去了啊，以后这个事儿都是由阿里的人说了算啊。那么山姆这个就，哎，反正也是没办法，没得可选啊。你这个我在北京只能吃山姆啊。还有人说啊，太熟悉的套路了，还是有点失望，不是查消防呢。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第一个查消防呢比较难以引起共鸣，因为在中国呀，就算你不做生意的人也知道查消防是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该塞钱了，所以他们已经彻底把自己的名声玩臭了，对吧？四处查消防，四处给人设卡，四处给人捣乱，该着火的时候还是着火，对吧？这就是查消防。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是查消防这个事儿啊，你只能一家店一家店去查，对吧？这家店我查个消防，你得停业整顿一下；那家店你查个消防。啊，怎么给我塞点钱？我不让你停业整顿一下。现在它需要一个总的啊，由这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去向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总部去发消息的，对吧？那只能查食品安全，不能查消防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网上的评论都读完了，看看还有什么大家在聊的事情。国内底层快餐都过油的啊，这个反复用的。可能不行啊，这就不是那么了解了。明油是熟油啊，那这个厨师给了标准答案啊，我就信了啊。不愿透露姓名的唐马如先生啊，绿色代表健康啊，这是哪块？很多宣传没那么玄乎啊，广东一般好的烧鹅也很贵，并不是狮头鹅贵。是吗？狮头鹅应该是最贵的一种吧？这个说到没那么聪明的大模型，能否多花点功夫调教模型做事儿，达到顶级模型的效果？这个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买最贵的 Token Plan 套餐，Token Plan 就已经便宜很多了啊。这个确实有啊，现在
最新的我查一下啊，就是OpenRouter 最新的搭配便宜模型使用的方法叫什么？据说效果不错。我们查一下啊，这个，它叫什么来着？它反正也是多模型一起去搭配使用，然后对，叫 OpenRouter Fusion 啊 ，Fusion，或者叫 Model Fusion 啊，这个应该是开源的吧？他们呢是拿 Gemini 3 Flash、Kimi 2.6、DeepSeek V4 Pro， 然后呢把这个还有这个 Cloud Open 4.8啊，就这4个模型拼在一起，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它在跑一些深度研究的 benchmark 的时候，可以得分64.7，GPT-5的话是60.0，Cloud 4.8是Cloud Open 4.8是58.8，接近 Fable 5啊，Fable 5是这个65.3%啊，就是它是64.7%，就差0点几啊，所以这个已经非常非常强了，而且它的成本只是Fable 5的50%啊，要比 Fable 5要便宜很多。所以呢，就是看看这个 Fusion 和 Model Fusion。哎，这个我问一下啊，Fusion 和 Model Fusion 是开源的吗？其他平台可以有吗 ？Open Code 或 Open Cloud 可以有吗？对，让他再去研究啊，不会用模型的还是老师对话框啊，慢慢会学会的。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还是不要对话框了啊，现在你就老老实实的 Codex 啊 Cloud Code 或者是龙虾啊，龙虾其实还是挺好使的。模型啊，还是看需求。如果你时间宝贵，买最贵的；如果你学习阶段，推荐全部白嫖啊，再逐步付费。这个阶段类似全部都付费，好吧？我看一眼啊，这个 OpenRouter Fusion 和 Model Fusion 本身不是开源项目，它是 OpenRouter 服务器端提供的一个闭源托管能力。你调用 OpenRouter Fusion Plugin 或者 OpenRouter Fusion Server Tools， 最后都进入了 OpenRouter 自己的同一套 pipeline。官方文档明确说，这套流程是多个模型并行回答，然后再进行比较，返回一个结果啊。但是这个方法不是 OpenRouter 独占的，你可以啊，你完全可以在其他平台，比如说 OpenCode、OpenCloud 里头，或者是自己的 MCP 里复制一个开源版自托管的版本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比如说 Gemini 3 Pro 写一段代码3000行左右，这个搞你几个钟 ，Cloud 几分钟，你咋选？这都是自己实际场景测的才能选。我推荐全买测一下，啊，问别人问没啥太大意义，除非这个人和你一样的需求啊，这个我也是同意的。而且这个Gemini 3 Pro 干3000行代码，还不是说搞你几个钟啊，会把你的心态搞崩的。你会发现他，哎，怎么蠢成这样啊？最后会疯掉的。如果一次过啊，叫 Cloud 就极大可能一次过。然后那个 Gemini 3，你就看它越犯错误越多，然后越走越远。
很多模型对于大代码喜欢截断发，新手极难操作。现在都是100万 token 上下文了啊，这个好很多了。其实我们很少有100万 token 要一把发上去的情况。20刀的 Codex 容易，如果烧不完，你焦虑吗？不焦虑，烧不完就烧不完呗。我写亚马逊自动的运营程序，我不会任何代码，只有 Cloud 速度和结果最省时间啊，这个是肯定的。如果你不太会代码的话，还是用 Cloud 啊，这个是更靠谱一点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下周三老范继续读评，再见。你们今天是不是都没点赞啊？怎么聊到最后才150个人啊？每个月续费17号啊，但它显示我本周额度算到20号啊，这个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好，咱们就到这里吧，再见。